魏无羡干咳一声，看着眼前几乎矮了他半截的小大人，一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我知道。蓝卫打断他，整张小脸都写满了生气二字，说了这一句，上来拉着魏无羡的手就往客栈走，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。魏无羡哄了一路，无甚效果。回到客栈，扶着魏无羡坐下了，蓝卫的表情才略微松了松，一言不发地端茶倒水，给魏无羡捏肩揉腰。魏无羡由着他折腾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蓝小公子，这回我真要休息了，别再板着个脸了，都不好看了，我不是好好的。”话没说完，肚子里的小朋友突然很不给面子的踹了他一脚。魏无羡满心满眼都想着怎么哄蓝卫，被吓了一跳，立马抬手抚上了小腹。蓝卫也被他吓了一跳，手里的动作顿停，等魏无羡再抬眼看他时，就见蓝卫一脸难过的看着他。魏无羡忙扯出个笑来：“没事没事，就是你弟弟动了一下。”谁知他这句话一出口，蓝卫更难过了，眼眶微红，不等魏无羡再说什么就转身跑了出去。魏无羡连忙唤道：“卫儿！”一边喊着一边就要起身跟出去，却又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声淡淡的魏婴。蓝湛！魏无羡顿住了，坐在案桌旁，看着从门口走进来的蓝忘机，顿时有些心虚。算算时间，蓝忘机应该是接了消息就立马往这边赶了，不着痕迹地观察了一下蓝忘机的神情，魏无羡心里一凉，蓝湛不会是生气了吧？小的被他气走了，大的也是个不好哄的。只是虽然不好哄，但不能不哄。魏无羡脑子飞速运转，开口便要解释蓝湛：“我知。”一见面父子俩都是一样的开场，魏无羡懵了一下，突然就不知道要怎么接话了。蓝忘机见一向喜欢看到他就说个不停的人被他打断了一下，就突然不说话了，只目光有些呆滞的坐在一旁，还以为怎么了，微微俯下身子问道：“可是身子不是？”魏无羡心里惊讶，这不太像是生气的样子，于是老实答道：“没有，就是有些累。”蓝忘机看他脸上有些掩饰不住的疲惫，微微蹙起了眉，语气里难得带了些许责备，说了：“不乱跑，我就是放心不下思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就是闲不住。这些日子你和家里那个小大人天天管着我，什么也不让我做，我都快闷死了，我又不是得了什么重病，哪有你们这样的？”看着蓝忘机不像是要生气，魏无羡立马就朝人身上粘了上去，顺带将这段时间受到的待遇都抱怨了一通。听着魏无羡闷闷不乐的声音，蓝忘机眼神柔和，拍拍他的背道：“改。”这句话一出，魏无羡立马就笑了，果断转移了话题：“蓝湛，你吃饭了吗？我还没吃饭呢。”吃饭可是大事，这人现在可饿不得。虽然看出魏无羡是在转移话题，蓝忘机还是没戳穿他，问道：“想吃什么？”“想吃你做的粥。”“我去做，你好好休息。”看着蓝忘机走出去的背影，魏无羡长舒了一口气，身体彻底放松下来。不料肚子里那个小的又出来凑热闹，孩子还小，力气不大，踢着倒是不疼，但到底不好受。魏无羡被闹得无法，换了几个姿势也没觉得舒服一些，只能一下一下的轻揉着小腹，低声与他打商量：“乖乖，阿爹今天累了，我们不闹了，好不好？”可惜小的那个听不懂，一顿拳打脚踢，弄得魏无羡只想呕。放弃挣扎的魏无羡无力地瘫在床上，直叹这世上能欺他夷陵老祖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。想他当年何等风光，如今却落得如此地步，真是岂有此理。蓝忘机一来，此事魏无羡便不想管了，只每天让人给他讲讲事情的进度。后来发现邪祟作乱是真，但似乎还隐隐有家族内斗的影子在里面。魏无羡便连听也懒得听了，他们不会去管别人家的事，但邪祟不除就暂时走不了，就这样留了下来。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闷得久了，出来走走也乐得开心。留在这里的最后一日，收尾的事情让弟子们去办了，蓝忘机便得了大半日的空闲陪着魏无羡。日常睡起无情思，天热难入睡，睡着了又一直醒不过来，午睡得太久，魏无羡就算醒了也没什么精神，听得窗外传来孩童的笑声，便推开窗，懒懒趴在窗口看路边一群小孩子打闹。才看了片刻，就见蓝忘机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小纸包。魏无羡一看眼睛就亮了，前几日魏无羡出去闲逛，无意间遇到一个买梅干的老婆婆，
当时没带钱，他也没多大兴趣，就这么回去了。谁想回去以后时不时便要想起，硬是把自己给想得馋了。后来晚饭时与蓝忘机说了一句，结果转头便忘了。人说梅子硫酸软齿牙，魏无羡却爱得很，吃了几口便故意凑到蓝忘机唇上作乱，得了蓝忘机一通亲吻，便笑着问他酸不酸。听得蓝忘机答了句酸，他便奇道：蓝二哥哥，你难道不应该说甜的吗？我看话本上可都是这么写的。